好，各位好，我們來看這個在程式語言裡面 0.1 加 0.2 是不是會等於 0.3？ 這個直覺上應該是相同了哦。我們呢這邊當然是這個 Python 的直接的語法，特別是在 Colab 上面哦，所以我們要讓它執行一次，結果答案是 false， 居然不相同。好，為什麼不相同？我們要知道，其實一般來講，在程式語言裡面，在處理這邊，特別是這一類的小數，我們一般講嚴謹一點，就所謂的這裡的浮點數，好，那基本上，那我們看看 0.1 加 0.2， 它這邊它所顯示的是 0.3 然後一串0，後面是4，後面當然還有，好，所以它其實因為我們電腦裡面採用的是2進位，那2進位的情況下，其實跟10進位情況不太一樣哈，但有一個地方是類似的，就是說10進位當中你要表達像是一些所謂的一些有理數呢。比方說1/3，當然原則上呢就會等於 0.33 循環，它就變成一個無限循環的小數。那像 0.1 跟 0.2 呢，它在電腦裡面它是要畫成2進位的。那在2進位當中呢，特別如果說你把它畫成分數的形態。那你的分母如果沒有辦法把它約分之後變成2的 n 次方的話，原則上它就在2進位的數字表達裡面，它就會變成一個無限循環的小數啊，所以會碰到這樣的情況。所以以我們這邊來講，好。像這邊是 0.1、0.2、0.3， 那我們就顯示它在電腦裡面它小數55位它的一個情況，然後這邊是 0.1 加 0.2， 那一樣。那我們這裡會看它的浮點數的一些 information， 好，那我們讓它執行一次，看一下它的一個結果。透過這樣的一個結果，我們大家就知道0.1實際上在電腦裡面所儲存的數字並不是 0.1， 並不是 0.1， 0.2 也不是 0.2， 原則上因為基本上它是一個在2進位來講，它是一個循環小數。好， 0.3 它也不是真的 0.3， 它都原則上它都是有所謂的 rounding error， 它是有誤差的。那 0.1 加 0.2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上面的這兩個數字相加，相加之後呢，再做適當再做它2進位裡面的再做所謂的 rounding 類似我們10進位的四捨五入，好，所以它算出來的數值是這樣的，明顯是不同的，它是要計算的結果。那我們從這邊大約可以看到，那它這裡的浮點數，然後最小的是 2.2 多乘上10的負308次方。那最小這邊當然是一般可以顯示的，那當然實際上最小的話，它是可以到負的1021次方。好，那這裡它原則上，一般有效的位元數大概有效精確的位數是53位了。好，如果說你要看它誤差，這邊也告訴你，大約是2點多。乘上10的負16次方，好，那這是它有所謂 rounds， 好，所以这邊當然是針對你的2進位的一個情況。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去如何真正去解決這樣問題呢？所以一般我們在程式設計裡面當中，你如果是碰到兩個浮點數，它應該是要等於的，但是實際上因為這裡面的當中的 rounding error 的問題會產生類似這樣不等於的一個情況，所以一種比較普遍的做法就是導入所謂的 epsilon，epsilon 當然是比它是這邊實際的 epsilon 的值要大了啊。那比方說在這邊的話，就10的負9次方我們看看絕對值 0.1 加 0.2 減掉 0.3 是不是小於這樣的 epsilon 如果小於這種 epsilon 的話，我們當然就是 true 它這邊當然一定是 true 另外一種可能呢，這邊當然就是 Python 特有，它有一個 package 叫做 decimal 的話，你在這裡面做的話，你就要把這個数值參數你就必須用它的字串的你必須是導入它的字串，然後帶入的 decimal 裡面真的它就用10進位的方式去運作。當然一般來講呢，雖然這樣的一個效能並不好好，那我們讓它執行一次這邊當然是 true 好，那有關於程式語言怎麼去儲存這樣的浮點數在我們特別是32位元的浮點數，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個影片專門去介紹它。不過在 Python 在這裡面它的所用到的浮點數它是64位元的所以跟這個影片裡面所說的情況稍微略有一點出入。好，那主要出入的地方，因為它是64位元，所以它一樣，前面那個位元當然還是擺正負號，0的話是正數1的話是負數再來11個位元是擺 exponent 再擺 exponent 的部分這邊呢，我所謂的 bit 是從最前由大而小然後最後面的所謂 fraction 的部分總共有52個位元，它擺的是所謂的Matrixia 所以原則上就是1加1點後面的小數的部分那 exponent 它也因為它有正數負數，所以它會有一個偏移量，它是在這邊64位元的浮點數，它偏移量是1023大概是這樣如果說是我們剛剛那個數字是 0.1 的話，基本上前面要擺的是0因為它是正數，然後在這邊的話，指數部分這個11個位元，它剛好這樣算出來是1019，那你要減掉它的偏移量1023，所以是-4，所以你最後還是要乘以2的負4次方，然後它的尾數的部分呢，再把它實際上這邊的1當然就沒有嘛。所以 0.11 的部分當然就1/2後面0/4加上0/8，再加上1/16，一直往下加最後把這3個部分再把它乘起來，就是它的一個數字。好，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實際看它在電腦裡面儲存方式呢，我們當然會比較建議你就直接透過C 或 C++ 來去看其實它會比較方便一點。那在這邊的話，我們是用 C++ 20以後的語法。那在 C++ 20這邊，它有導入一個叫做 bit 這樣的一個標頭檔。那當中它有一個函數叫做 bitcast 當中你要把它轉換的一個形態那我們原先是 double， 你要把它轉換成為 on long long 所以在這邊的話，這裡是 UIT64，所以是64位元的無號長整數
好，那所以在這邊呢，我們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因為它 Colab 它原則上它是支援Python 沒有問題，C++ 它因為它的 OS 則是Ubuntu 裡面有G++，所以我們可以去用。但是我們這邊就透過一個所謂的一個 magic command， 所謂的 write file 我們就將下面的第二行到最後的地方，我們寫到所謂1.cpp 這個檔案後面這裡當然都是 C++ 的語法。那我們這裡一樣也跟前面 Python 方式，我們是顯示 0.1 加 0.2 它的一個結果到小數第55位。那 0.3 實際它儲存得到小數第55位的一個情況，然後再判斷它是不是相同當然在程式語言來講它是不相同的。然後我們在這邊分別我們再看 0.1 0.2 0.3 還有在浮點數 0.1 加 0.2 它的實際上在電腦裡面所儲存的數值我們這邊所顯示的當然基本上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讓它執行一次，所以它原則上它就會寫到 1.cpp 這個檔案裡面我們看一下確實是有寫進來那然後在這邊的話我們要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限定是在 C++ 20以上所以我們的 compiler 這邊要做一個限定，然後我們丟進來的是 1.cpp 輸出的是 1.out 然後让我們再執行1.out 的這樣的情況，我們執行一次那確實它這邊的情況跟前面 Python 情況是一樣，那它確實這0代表當然就是 false。那我們看一下最後這兩行的差異第17行跟18行这2行的差異，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它其實它在這裡它只有差，但差一點它就是不相同。好，所以真相終於清楚了。